Hello Dreamers， 今天过得好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一个大学即将要毕业的新生，你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或者是把你的作品集放在哪里，以及做些什么事情，让你比较能够引起 HR 或者是猎头之类的注意力，去聘请你呢？这里是 Dreamsboomer 逐梦创业家，我是 Mickey。这一集我们会分享一些平台，让你可以去思考你要用什么方法把你的作品集放在里面。OK，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说通常会把我们的作品或我们的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风格，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所谓的社交媒体上，像 FB 或 IG 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任何像专业平台部分，如果你是做干练艺术，那你就是放作品在 DeviantArt、ArtStation。设计的话就是 Behance、Dribbble。那你如果是 3D 的话呢，就是 CG Society 或 CG Hub。网页的话就是 FWA， 程式的话就是 GitHub。那假设是说你现在已经有在这专业平台上，你放你作品在 ArtStation， 把它当做一个作品集放在里面。ArtStation 来讲，你来看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3D， 然后动画、动漫，一样也是娱乐产业里面的。可是呢，它跟 DeviantArt 最大差异是看起来都非常专业，里面都是高手，所以有时候在看的时候、逛的时候，有点觉得逛不完，因为里面的创作者都太厉害了。那所以说，如果你已经从 DeviantArt 那边毕业到了一定等级的时候，建议把你的作品转播在这边。那这边来讲的话呢，可能比较少专案，反而是有些公司他想要在里面找特定人才，或者是人才资料库里面去找他想要聘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很适合你在找工作的你，把你的作品集播在这里。DeviantArt 来讲的话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网站，但里面来讲会有点杂，意思说它有摄影，有这种 GIF 的东西，有那种 Fan Art 有二次创作，所以它的从非常专业到完全是业余的这个空间来讲，有非常多的类别，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它有点杂。但是如果做一个初学者的话，把你的作品放在这边，其实也是很好的，因为有很多小型的公司或者是专案，在他的预算没有那么足的时候呢，会常常发案子在这里面或找这边找合作的对象，所以呢，把你的作品放在这边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如果你是设计师的话呢，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是 Behance。那 Behance 来讲的话呢，它其实从插画设计，然后以及各种产品设计啊、motion 动画等等的，这里面都会有。我觉得这里很适合的就是你在里面放完整的 case study， 就是开启案子，然后案子如何演变，你是怎么样做你的调查，然后得到你现在的结论，然后你怎么样去做不同的磨合，那这些磨合让你得到最终的专案的完成。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在这里面通常是会有很多人，或者是像公司行号，他会去看，然后去找人。所以你的东西如果有一个很完整的整理，因为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如果没有记录，你就没办法把它整理出来这么详细的一个过程放在这里面。另外一个呢叫 Dribbble。Dribbble 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里面是比较否平面设计师以及插画家这两个大类别为主。那当然，它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专案，那只是说它的 case study 就是一个完整性稍微不足，就比较像是一点一点很特别的东西。那所以你有一些专案，它并没有很经过特别的整理之后，我可以建议放在这上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OK， 所以如果你是 3D 艺术家雕塑的，那当然 3D 这个定义蛮多的，你有从 modeling 就是建档，你要 render 算图、做特效等等的合成，非常非常多。那所以在这个网站里面来讲，如果你是专门做 3D 的，可以把它全部放在里面，也是蛮好的选择。这2个要介绍的是，如果你是网页设计师的话呢，这里面会有蛮多可以放进去的。那你可以去看里面的非常多的作品，然后呢，它这边是被挑选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有进去的话呢，基本上你都可以拿到各种工作，没有问题。因为这有点像是票选出来行业里面最好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网页设计师，想尽办法让你的作品在这里面可以被看到。有些人是写程式的，那写程式来讲的话，有时候是给 demo， 你有个 APP 可以去做 demo， 或者有时候你是要把它变成一堆密码，让公司去看，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上传到 GitHub。那 GitHub 是写开发人员啊，写软体啊，写程式啊，写 APP 等等的，都可以在这上面把你的作品放上去，然后让更多人看，然后让更多人去使用，也是一个蛮好的把你的作品集放出去，做一个呈现跟展现的地方。但是呢，如果你进阶的从专业平台提升到做你的个人网站来讲的话，以我的好朋友一峰 Evan Lee， 那他就可以在做网站呢，他可以把除了作品集里面呢，再延伸不同的维度，例如说可以放他作品集更精准、更完善的自我介绍，甚至他可以放教学影片去让更多人认识他，然后他也可以做商店，因为可以做一些买卖。那目前他有在画一些自己的漫画，那这些漫画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展现他从他的专业度里面延伸的那种 passion project， 就是他自己很喜欢的、有热忱的另外的专案。那当然订阅的部分来讲的话呢，你订阅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粉丝，甚至是说到时候可以把它转化，如果万一你有教课的话呢，这些人搞不好也会变成你的学生，那也有多了不同的营收。那简单的讲是，个人网站是当一个平台，你觉得它所提供的功能不足够呈现你的各种专业度来讲的话，那个人网站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做客制化，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切记一点，当然我在这里有分享影片，分享你怎么样去整理你的作品集，分类整理，然后确定出来是说你的定位，因为这个定位会让邀请你的人也知道说怎么样把你摆在对的位置去发挥最好的经济效益、商业价值，把你的价值真正的体现出来。那所以你想想看啦，我们把我们的作品可能有时候掺杂喜欢的食物，去哪里玩，跟家里跟狗玩或什么的都放在社交，所以它有点杂，不是那么纯粹。那我们把我们的作品集放在一个专业平台，可是会发生一个问题是，它非常的一是杂乱，要不然就是有很多的竞争者一起在竞争这件事情。好了，那你做你自己的个人网站来讲的话呢，等于是我把一个可能性的客户或者是 HR 人资专门拉到一个空间，那这空间只有我而已，你的眼睛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干扰，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所有的我，就是我不同的能力呈现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你还是要欠缺有一个部分是，当你有这一些，你把这3件事情当做全部都是作品集可以放的渠道跟平台来讲的话，你还是需要履历。那履历
你会需要的是像 LinkedIn。那这个 demo 来讲的话呢，它会让你知道是说，哦，他这个人，那他在哪里工作，然后他会了什么，是蛮好蛮厉害的。然后呢，假设我是 HR 人资的话，我去看，我就说，他认识的人有谁？那每个人的等级是什么？让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程度跟层次到什么地方。那当然也可以知道是说，你的故事、你的背景之类的，那你的一些作品集，甚至是你有做了什么事情。那下面来讲的话，就有点像是履历。履历就是说，你在哪里做？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写得很清楚，说你在哪里工作，然后呢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for 人资，或者是当你要找寻新的人才的时候，或聘请人的时候呢，你会在这里面 LinkedIn 看很仔细。当然了，现在在台湾或亚洲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蛮流行的。但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 sample 是美国，因为美国是我源头，所以从那边回来之后呢，那边玩的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部分。那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生态，就是说，它这边下面来讲的话，会是别人已经跟你工作过，然后他说，这个人很棒，所以他可能会写几句话来称赞你，或觉得说，你这个地方跟你共事是很棒的。那所以你是人资的话，你特别会观察这个地方，因为你说，哇，1、2、3、4这么多人都在称赞这个人的某个技术、某个专业能力、某个领导能力、某个什么地方，那当然你就会更有信心去聘请这个人。甚至如果有很多人写很多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网站，什么都很仔细的话，你可想而知，你的薪水谈判的议价空间就会变得极高。甚至有些人他如果跟你工作很棒的话，他也可以给建议，就是说他直接推销说，这个人是我合作过最棒的一个人，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去找他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整顿。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你要把你的成绩单都放进去，意思是说你做的专案放进去之后，但是重点是因为这是商业的网站、商业的履历，所以假设你是一个创意者、设计师、艺术家等等的话呢，切记你的作品在这个网站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你要把你的能量把它转化成商业语言。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三年，然后我做了3个专案，这专案分别是这个。那我在这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领导什么事情，我解决了什么事情，然后得到什么结果，有帮助了公司推进什么事情，或者是营收成长什么等等的。你看，听我这样讲是不是感觉很商业？所以等于是你在你的作品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在一个地方，但是在履历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线上的履历。那这个部分是很纯商业的，谈你的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在里面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最后这个影响力是什么，成就是什么。当然你如果得奖啊或者是什么等等，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那简单来讲， LinkedIn 就是一个商业的履历，线上履历，那你可以随时去更新。那基本上在国外或公司最喜欢用这个平台去看，因为它可以瞬间了解你工作的状况，你工作过的公司，你认识的人，你的同温层到什么程度等等。所以有这个履历跟你的作品集两个结合在一起，会让对方很清楚知道是说他要怎么去看待你跟定位。 OK， 所以你看完了，哇哦，这么多的平台，所以还是要回到很重要的一点，你自己的定位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定位，你就能够把你很多的作品或很多的专业做不同的分类。那分类完之后呢，你又可以把它做成很好的呈现方式。那接下来
结合这一次影片分享的一些渠道平台，你把这一些部分，当然你正常的时候你会有你的 FB、IG 社群媒体的分享，那也很棒。但有时候它会掺杂一些没有那么纯粹的部分，因为你会变成公跟私混合在一起。OK， 那你有专业平台分享进去，可是平台的意思它有很多人，所以有时候你的作品可能会被埋没在让人知晓大海里捞针，甚至有时候他会看到更厉害的，哇，那你的机会可能就少掉很多。所以接下来最好是你能够做一个自己的网站，因为自己网站来讲，一旦你把这个网站丢去给人资来看的话，它就变成是只能专心看你的作品集。当然，你的作品本身要够好。那接下来呢，你需要建立一个线上的履历。那这个部分呢，最好用的就是 LinkedIn。那当你结合这么多的部分来讲的话呢，你就已经有很好的结构，能够让一个人资看你的东西，看你的所有的作品，了解你的方方面面，以及去确定是说，因为你的整理的方式够仔细、够完整，分类的很清楚，他知道你自己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定位。接下来就是一个契合的部分。那契合的部分呢，之后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面试、访谈等等。OK， 希望这一次的影片能够帮助到你。那也麻烦帮我分享给需要的人，你周遭认识的可能刚毕业的，或者是他要进入社会的人，那他如果需要这样的讯息的话，麻烦帮我分享给他。希望今天这一集有能够帮助到你。那麻烦你喜欢这一集的话，麻烦帮我按个赞，帮我在下方留言。如果你刚好也需要找工作的话呢，今天这一集有没有哪一些点你有想到，可是我没有讲到？麻烦你跟我分享一下吧。那最后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然后也帮我 subscribe 我的 IG Dreams Boomer 逐梦创业家。OK，see you on the next one. Bye, adios, ciao.